专精靠山招，我叫你沙暴。又一个英雄重做成狗脚了，没错，就是曾经巨乳海伦。这英雄绝对是最屌辅助，没有之一。T0之灵比瑞克、朗博更屌。可是你真的玩对他，或者真的会玩他们，别慌，这一次直接叫你山招，里面口诀心法什么都有，看完就跟专精跟 SS 一样。最好的出装奥义魔最通俗易懂，让你知道他技能怎么点法顺序，最适合搭配什么英雄，压制什么英雄，被什么英雄压制呢？好好享受吧。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首先，我们给大家最好的奥义出装魔纹先啊。这首先辅助装方面，我们会出到的是土宝石。为什么土宝石而不是水宝石呢？就是因为这英雄其实我们最好还是撑坦度。腿短，如果你扛不住伤害，你的后排很快就死，所以说还是撑坦为主。至于是清新还是护盾，那就看那一局到底控制多不多。不过90%的情况都是出清新，之后就到鞋子方面。鞋子可以出很多种，而如果对面控制英雄多，你可以考虑出魔防鞋，尤其如果对线很控制，比方说反恩。而如果不是的话，你可以考虑出冷却鞋，甚至如果对面普攻英雄多，可以出物防鞋，鞋子比较灵活出法。但现在控制英雄很多，所以通常来说我们都出魔防鞋，当然其他鞋子也可以。之后就到第3件装备，是做冰袍。为什么冰袍呢？因为我们这英雄，你2技能没错是能打人，可是人家也不会傻傻的让你去打他。那要怎么样才能够使得你2技能原本就准，更加的准呢？就是先用冰袍留人，使用技能我们回血什么都很频繁，之后再用一个普攻往对面射手位去使用，就很容易留住他，帮助队友留人之余，你2技能之后也很容易弹射，或者是2技能先弹射，然后再使用自己的冰袍被动。第4件装备会出到的是仙灵吊坠。那仙灵吊坠这装备为什么不是德鲁伊？因为我们这英雄很不需要被动回血，因为我们这英雄原本就能够疯狂回血。之后就是反甲，如果对到害牙，那就使用白盾。最后补一个炎盾，如果是对面真伤英雄多，那就不要做炎盾，补一个白盾，或者是说补一个凝霜又或者是复活甲，那都 OK 没有说不行。只是这些装备的话呢，就只是说对面真伤真的很少的情况之下，最后会这么补。当然了，双主动技能，这清新还有炎盾，其实你每使用完一个技能之后呢，你是可以在装备栏里替换，或者是说换成原力这些都是可以的，让你去使用双主动技能。那说完了最好的出装在最新版之中呢，之后就是我们的奥义方面了。说好了撑坦，那就是金身、庇佑、英勇，这就是最好的魔纹在这版本。当然你要说玩魔这个法伤荒芜之类的，也不是不可以，但那就是完全另外一种玩法，而且很容易被对面给融化了如果一个就容错率很低而且做不到去撑伤害这一个主要作用。之后就到我们最好的这魔纹这一版本推荐带丛林游侠，然后治疗增加那不用多说。之后就是强化恢复那说好了最好出装奥义魔纹，就到我们这一次的专精3招海伦专精3招专精第1招射了就跑。什么意思呢？很多人认为这一个英雄其实是个小短腿，想要去赖线帮助队友那是很好的事情，可是真正到要跑线或者是给视野看一下对面的 buff， 那好像比较难。其实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这就要说到我们这英雄在现在版本的技能机制。我们现在受到伤害会增加跑速，还有怎么样会增加跑速呢？一技能使用了也会增加跑速，所以我们有2个增加跑速的技能，就是被动还有一技能。那你要怎么去跑线也不用多去说，如果是聪明的小兄弟一听就知道了，没错嘛。首先一技能就不用多说，跑线的时候有没有要回血，你都开一技能去跑线，而且你可以
故意的让敌人打一下你，那你就增加跑速了啊，被动方面增加跑速，跑线是不是快了很多？这就是专精第一招，射了就跑，怎么支援嘛？你要怎么去射了你的技能之后，你要跑线怎么跑？带着你的射手去撑中线怎么撑？就是要使用你被动，还有一技能，这现在的加跑速。那专精第一招就是这样，专精第二招一射就进。一射就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二技能，很多小兄弟都知道，佩纳这英雄大招的控制呢是砍了，直接没有了。那要怎么样才能使得这英雄唯一的控制技能，就是咱们的二技能能够很好的去弹射到对面呢？很多小兄弟就说刚不是说了吗？在冰袍方面，没错，从装备着手的话，我们会使用到冰袍，可是从自己的操作上面还有意识上面，怎么样使得自己二技能百发百中呢？首先说一个简单一点的，就是二技能的技巧。二技能千万不要只瞄着敌人来打，只瞄着敌方英雄来打，不要这样。通常呢，会玩的佩纳，他二技能不是直接弹英雄的，他是弹小兵的，他是直接去弹小兵，弹完小兵之后，使用小兵的弹射去弹到敌方英雄。因为你要弹英雄，英雄会躲，可是你要去弹小兵，小兵不会躲，而且之后是自动追踪啊。你弹射了小兵，你要去让你的二技能打中其他英雄，那是自动追踪啊。但是如果你二技能你要直接先打敌方英雄，那不是啊，他可以躲啊，可是你打小兵他不会躲。这就是二技能在操作上面的最佳的一个技巧，使用小兵做跳台。那我们说完了这二技能的这个用法，可是要怎么样用从意识方面才能够让你二技能更加好呢？除了操作刚刚说要用二技能百发百中，首先呢，作为一个绝佳的辅助，你要去记得对面闪现时间啊，瞬移时间到底还有多久，或者是说用了没有，还有就是他们的位移技能用了没有，逃生技能用了没有，大招用了没有。当然你可以不记啊，小兄弟们，因为我觉得很难的话不要记啊，就记刚刚的二技能的跳小兵就行了。但是你要真的是玩到一个绝佳的辅助，全部技能啊，你原本就要会玩对面的英雄了，就要知道他大概的技能时间点大概是多少啊，闪现当然闪现还要去就瞬移，要去算到最精确的时间。这些就是你算了，那他肯定没招啊，他肯定没位移去躲你二技能啊。当他没有位移躲你二技能的时候，其实你二技能就百发百中。再延伸一步，就是你可以知道什么时候直接开团，这些都是使得你二技能还有你这英雄怎么去更好的控制敌方英雄还有开团。这就是专精第二招，一射就进啊。专精第三招，巨乳奶妈，什么意思？男生都喜欢的巨乳吗？我们这英雄就是一个乳巨乳奶妈，就是你这英雄你要怎么样才能保好你的射手？这就是保牌英雄，最重要是保射手或者是中路，怎么才能够使得每一次保这英雄都能够保好呢？就是佩纳该有的意识，佩纳意识与其他英雄有不一样。首先你在打这英雄的时候，用这英雄的时候，通常都不是去跑线的玩法，都不是游走的玩法啊，通常几乎的情况你都是最好是一个大射手玩法，然后你配一个佩纳，拉威尔也好，勇也好，特尔安纳斯也好，你使用我们这个英雄，这是最搭的。然后呢，在使用这英雄的时候，每一个草丛看完对面怎么 buff 开，当然不抢球。如果有些特别情况，比方说一开始就打团战，就在魔龙区自己射手往很前，那你可以或者就是一些情况没有探到 buff， 可是通常你都要去先看一下对面有没有人在蹲，全部草丛先走过，
然后大招尽量扣着，一技能没跑线的时候尽量扣着，而且射手没跑线，如果对面人会消失很多，你这英雄千万别乱跑，因为对面很容易集火，而你的射手一崩，其实你这英雄选出来，就这用途都大打折扣。所以说这英雄你要怎么好当好一个奶妈，就是要奶好你的射手，奶好你的，比方说中路。反正一个最重要的想法就是，他们怎么样都不能死，他们在哪你要清得清清楚楚，他往前冲你要帮他打，意思就是这样。最重要不用想太多，刚刚说的草丛什么的你可以不知道，但反正就是你选得出这个英雄，就不能让自己的核心输出喂食。比方说刚刚我们图伦很多次大招，你都要直接先往前挡，你没位移你要死命的拼命往前。所以这英雄吃的更多是在观念上，而不是这操作上，而且是全局意识很重要。这就延伸到他最新版之中，他最适合他什么英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一位特尔安纳斯，没得说了，这版本要说一个大后期射手，最好的大后期射手，最痛。特尔安纳斯绝对是其中之一，而且绝对是最屌的那几位其中之一。你觉得如果有特尔安纳斯，前期最难就是度过前期嘛？可是选个佩纳，这就不一样了。你选提米复活了一次，还能再被干一次。可是这佩纳就不一样，保得好，特尔安纳斯不会死，到后期就赢了。最大的第二个英雄就是拉维尔，其实差不多。而我们搭拉维尔还有另外一个玩法。就是二技能你先中了，然后好事成双搭个 combo， 这都是很好。特尔当然也可以，可是就好事成双的这控制时间挺久。压制什么英雄？第一个就是奎伦，奎伦想要切后排，必须要先秒，而且他一现身了，如果没把我们核心输出位收了，那就刷新不了被动，让他直接被我们队友集火。压制的第二个英雄就是瑟菲斯，瑟菲斯这刺客与其他刺客很不一样，就是他有爆发是有爆发，但是比起甲虫比起很多的刺客英雄，他的爆发力度较低，换来的是他较硬的身板。可是这就成了他对我们的致命伤，只要我们在他没有秒杀到我们的射手，那我们就可以一直补血帮我们的射手，他一直切，我们射手一直输出。更甚的是后期有嗜血攻。压制我们有什么英雄？第一个就是穆加爵，自带减吸血。压制我们第二个英雄就是麦克斯，同样道理，而且他也是专门拿来打射手，更何况能够减吸血呢。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Matt Team 的窝窝。喜欢影片的话，不要忘了订阅、点赞还有分享。感谢大家，明天再见，拜了个拜。